今天我们要讲的是，如果秦始皇没有死，今天的世界会有多可怕。公元前210年，秦帝国崩塌，许多历史学家认为，如果那一天没有发生，人类文明的方向可能会被彻底改写。因为所有人都知道，秦帝国真正崩塌的原因从来不是暴政，而是一个问题：秦始皇死得太早了。但如果他没有死呢？如果那个横扫六国、统一文字、度量衡与道路的男人再多活20年，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？也许今天的地图上根本不会有所谓的欧美霸权，也许世界通用语言不是英语，而是一种由秦传演化而来的通行雅言，甚至连人类对能源、物理与宇宙的理解也会走向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。而真正可怕的是，这一切竟然存在着某种历史逻辑。公元前210年，沙丘行宫，车队停驻在夏末燥热的平原之上，黄沙卷过帷帐，数千禁军列于外围，青铜戈矛在烈日下泛着冷光。秦始皇嬴政并没有像历史记载中那样死去，那个夜晚他确实病重，高热不退，御医束手无策，甚至连负责随行记录的史官都已经开始提前准备国丧文书。赵高与李斯的关系也开始出现微妙变化，因为他们都知道，一个帝国最危险的时候不是战争，而是皇帝快死的时候。然而历史的拐点却发生在第3天夜里，一支来自齐地的方士团带来了一种被称为海盐寒石散的矿物药剂，这并非仙丹，而更像是一种粗糙的矿盐退烧剂。始皇在极度脱水后意外退烧，虽然身体仍旧虚弱，但却从鬼门关被硬生生拉了回来。没人知道这个偶然会让整个世界进入另一条时间线。病榻上的嬴政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自己会死，他开始重新审视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六国刚灭，天下却依然不稳？车驾返回咸阳后，第一件事并不是修建陵墓，而是一场震动帝国高层的会议——扶苏被秘密召回。这个在真实历史中因为与法家理念不合而被边缘化的长子，第一次真正进入权力核心。而最关键的一点在于，秦始皇终于承认了一个错误：统一天下的方法不能继续用来治理天下。战争时代需要高压，但和平时代需要秩序。这是整个平行时空最大的转折点。咸阳宫中，数十名大臣跪坐于青铜灯火之间，地图铺满地面，从辽东到岭南，从巴蜀到河西，秦帝国第一次进行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级会议。李斯提出一个惊人的观点：郡县制不能废，但必须升级。过去地方只负责服从中央，但未来地方必须开始负责生产。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开始了，徭役被重新规划，阿房宫停工，陵墓工程缩减，大量劳工被转向水利、农田与道路系统。在真实历史中，那些原本因为沉重赋税与劳役而走向暴动的百姓，第一次开始感受到稳定带来的好处。从关中平原到江淮流域，一条条大型灌溉渠被修建起来，秦人利用已经成熟的标准化制度，把河道、水车、农具规格全部统一，甚至连犁的深度、木材尺寸与铁器厚度都被写进地方工匠律法之中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农业开始规模化。当其他文明还在依靠经验耕种时，大秦开始把农业变成一门工程学。30年后，秦帝国人口突破5000万，粮仓遍布全国，一种名为义仓的储备系统开始出现，每个郡县都必须保留3年以上储粮。灾荒第一次变得可控。而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，因为秦始皇发现，一个帝国最强大的武器从来不是士兵，而是稳定。他开始重新定义阶级，在原本士农工商的雏形里，工匠地位极低。但嬴政发现，真正帮助自己统一天下的不是儒生，而是武器制造者。于是，一个消失已久的学派被重新唤醒——墨家。这个曾经擅长机关术、守成术、数学与工程学的学派，在真实历史里逐渐衰落。但在这条时间线上，他们被重新召回咸阳，秦始皇成立工造署。所有墨家工匠被集中管理，他们开始研究弩机、杠杆、水轮、齿轮、城防系统，大量竹简记载被标准化保存，一种极其原始却惊人的技术革命开始萌芽。公元前180年，巴蜀地区出现了第一代连续水轮系统，整座山谷开始被改造。河流推动木轮，木轮带动石磨，石磨同时驱动粮食加工与矿石打磨。
在河边，人们第一次看见一种从未出现过的景象，机器开始代替人力。虽然还很原始，但文明方向已经彻底改变，工匠不再低贱，优秀工匠甚至能够被授予爵位。在咸阳城中出现了第一批机械官，他们专门负责研究农业效率、运输系统与大型器械。公元前160年，秦人发明改良版连杆式提水装置，一台机器一日可抵100人。粮食暴增，人口再度膨胀，而人口从来都是文明扩张最重要的燃料。当草原上的匈奴依旧依赖迁徙时，大秦已经拥有100万规模常备军。但秦帝国并没有选择单纯战争。扶苏继位后，他意识到单纯征服无法维持边疆，于是一个比战争更恐怖的计划开始实施：同化。秦开始修建草原城市，匈奴贵族被允许进入帝国学习，秦语被推广，铁器交换马匹，甚至连草原孩童也开始学习秦律与文字。仅仅80年后，北方不再存在匈奴问题，他们被吸收进了帝国。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一个横跨东亚、中亚的超级文明，而真正改变世界的是海洋。因为在真实历史里，中国一直错过了一个机会——海权。但在这个世界岭南统一后，大量秦船开始进入南海，最初只是寻找香料与珍珠，后来他们发现了季风，这成为历史上最大的转折之一。秦人意识到，只要掌握风向，就能横渡印度洋。公元前90年，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远洋船队从番禺出发，巨型楼船长达数十米，数百人乘坐，甲板上堆满铁器、丝绸与陶瓷。他们抵达印度，又抵达波斯湾，最后进入红海。那一年，西方第一次见到来自东方的超级文明，而真正可怕的是，他们来的比罗马更早。公元前90年，当第一批秦船穿越印度洋时，没有人意识到这并不仅仅是一场贸易，而是一次文明层级的碾压。那些来自地中海东岸的小型王国第一次看见一种完全陌生的存在，他们的船太大了。与当时依靠沿海航行的小型木船不同，秦建的船腹宽阔，采用多层龙骨结构，船体被一种特殊桐油与树脂混合物封层，在阳光下泛着深黑色的光泽。巨帆展开时像移动的山，船头立着巨大的玄鸟铜像，铜眼中镶嵌着反光矿石，远远望去如同海上的怪物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船上的秩序，甲板被划分成数十个区域，粮仓、兵器库、淡水储备、航海记录室、测星台，甚至还有专门负责海流与天象记录的观海关。在真实历史里，人类直到大航海时代才真正理解海洋规律，但在这条时间线上，秦帝国提前了1000多年。他们开始记录季风，记录洋流，记录潮汐周期，甚至连月亮与海平面变化的关系也被写入海域律。而真正可怕的是，他们把航海变成了一门标准化科学。公元前70年，番禺港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。来自印度的香料、波斯的矿石、阿拉伯的玻璃工艺开始源源不断流入秦帝国，而作为交换，大量秦制钢铁、丝绸、纸张与农业技术被输出。没错，纸张。在真实历史中，造纸术还需要200年，但在这个世界，因为行政效率的需求，纸张被提前催生。秦帝国发现竹简太重了，一个大型郡县每年要上报的文书数以万计，运输成本惊人。于是，一批来自巴蜀的工匠开始尝试利用麻纤维、树皮与植物浆液进行压制实验。第一代粗糙的纸张出现了，它不够平整，也容易破裂，但成本低得惊人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知识第一次能够低成本复制，一个文明最可怕的爆炸开始了。在真实历史中，知识总是掌握在少数贵族与士族手中，但在这个平行世界，大秦需要的是官僚，而官僚需要教育。于是，一个后来被历史学家称为第一次知识民主化的事件发生了。公元前45年，咸阳设立天下学宫，不分出身，任何郡县子弟只要通过考试，就能进入中央学习。他们学习律法、工程、数学、农学、天文，而不是单纯背诵经典。儒家并未消失，但它不再主导帝国。在这个世界里，真正决定社会地位的不是门第，而是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工匠、数学家、天文官开始成为帝国真正的精英。一种极其现代化的文明结构开始出现，而真正改变人类历史的是战争。
因为此时在西方，一个叫罗马的势力正在崛起，真实历史中罗马几乎横扫地中海，但在这里他们遇见了一个不该存在的对手。公元前35年，第一批秦商进入埃及港口，他们带来了一种让罗马震惊的东西——标准化钢剑。罗马军团赖以征服世界的武器在质量上第一次被碾压。更致命的是，大秦拥有远超他们的财政系统，统一货币，统一税制，统一道路，统一粮仓。罗马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国家，而是一台文明机器。公元12年，西亚爆发贸易战争，罗马试图控制丝绸贸易路线，却发现中亚已经被秦帝国控制。草原铁路般的驿道系统让秦军能以惊人的速度跨越数千公里。骆驼商队后方隐藏的是装备精良的骑兵军团，他们使用改良复合弩，射程超过200米，铁甲覆盖全身。罗马军团第一次意识到一个问题，他们打不过。真正击垮罗马的并不是战争，而是经济。因为当秦帝国掌握欧亚贸易后，地中海变得越来越边缘，丝绸、铁器、农业技术不断吸走财富，欧洲被困在自己的土地上，历史开始偏移。没有罗马帝国的巅峰，没有欧洲中心主义，没有后来的殖民时代，甚至连文艺复兴都失去了发生的土壤。因为世界的知识中心一直停留在东方。公元320年，长安此时的城市规模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，站在城墙之上，能够看见宽达100米的主干道一直延伸到天边。城市被严格划分成工业区、学工区、商业区与居民区。高耸的木石建筑层层叠叠，水渠贯穿城市内部，运输船在人工河中穿梭。夜晚的长安并不黑暗，一种被称为长明灯的矿物燃烧系统照亮街道，灯罩内部放置特殊盐矿与动物油混合物，可以持续燃烧数十日。市集中，波斯商人、非洲水手、草原骑士与中亚学者同时出现，不同语言交织。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城市。而真正可怕的是，秦文明开始出现一种从未有过的倾向，他们开始相信技术可以解释万物。公元470年，帝国天工院成立，这是一个远超时代的机构，它不像现代大学，更像一个文明实验室。数学家研究河流，天文学家研究星轨，工匠研究材料强度，矿石学家分析金属，甚至出现了最早的自然律概念。他们认为天地运行一定存在规律，这种规律并不依靠神，而依靠秩序。如果说真实世界里的科学革命发生在欧洲，那么在这条时间线上，它提前1000年发生在长安。而真正让世界失控的是一次偶然的实验。公元615年，秦西南矿区，几名工匠在提炼特殊金属时，发现一种诡异现象：某些天然磁石与水银接触时，会产生极其微弱的异常运动，原本静止的铜针会开始偏移，铁屑排列方式发生变化，甚至某些轻薄金属会出现重量减轻的错觉。最开始没有人在意，但帝国天工院却意识到，他们可能发现了一种从未理解过的自然力量。而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，因为在这个世界里，科学从未断层。公元615年之后的30年后来被历史学家称为第二次自然革命，因为人类第一次意识到世界并不是只有火、水、铁与力量，某种看不见的东西正在控制着万物。最初它只是矿场里的怪事，铁器会在特定角度偏转，铜盘会莫名震动，甚至有工匠声称在某些地下矿洞中，自己背负的石料突然变轻，像是身体重量被某种力量短暂削弱。帝国最开始把这些记录归类为异象，直到天工院决定把它们系统化研究。长安西北一座被称为玄机署的建筑开始出现，那里不允许外人进入，所有实验记录必须密封。最优秀的工匠、天文学家、数学家与矿物学者被调入其中，他们的研究目标只有一个：寻找天地运作的真正规律。最开始的突破来自磁石，秦人发现天然磁石似乎永远指向某个固定方向，于是他们发明了一种被称为丝尘盘的仪器。最初它只是航海工具，但后来有人发现一个诡异现象：当多块磁石以特殊角度排列，并让铜环与水银同时循环时，某些轻质物体会发生极其微弱的悬浮现象。注意，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重力，更像是一种重量变化，非常轻微，甚至不足以引起普通人的注意。
但问题在于它能够被重复，而所有真正改变文明的技术都源自一个条件：可以重复。玄机署开始疯狂投入资源，他们建造大型实验室，地下挖出巨型圆形空间，数百名工匠昼夜轮替，铜线、磁石、水银槽被不断组合，数学家负责记录数据，甚至连失败次数也被强制归档。这是人类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型科学工程。而真正的突破发生在公元689年，一位名叫龚舒澈的机械学者提出一个大胆理论，他认为所谓重量并非物体本身拥有，而是地面在拉扯万物，如果能够干扰这种拉扯，就可能减轻重量。这个理论在现代听起来有些类似引力场假说，但在那个时代这近乎疯狂。然而实验成功了，一块重达数百斤的青铜板在特殊磁场排列中重量短暂下降了约20%，虽然时间只有短短数秒，但整个帝国震动了，因为他们第一次相信也许人类能够控制重量。而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，因为在真实历史里，人类的能源路线选择了煤炭、蒸汽机、石油、电，但在这个平行世界，秦文明选择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。他们开始研究地脉、古代风水概念，在这里发生了一次惊人的科学转移。秦人认为大地内部存在流动，山川走向会影响矿脉，磁石分布存在规律。而后来玄机署发现，这些所谓地脉可能真的与某种自然能量有关。帝国开始出现大型地下能源站，矿井不再只是采矿，而成为能量采集中心。巨大的铜柱深入地下，磁石阵列环绕，水银在密封轨道中循环，某些区域开始产生稳定热量。虽然效率极低，但它能够持续运行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发现了一种近乎无限的基础能源，城市开始变化。公元830年，长安扩建，这一次城市不再只是依赖火焰照明，地下管道系统开始输送热能，冬季室内保持温暖，工坊不再依赖人工鼓风，冶炼效率暴涨，大型机械出现。真正的工业革命在东方提前发生，只不过它并不冒黑烟，而更像一座安静运转的巨大机械文明。长安街头，人们开始看见新的东西，自动水车、机械升降台，利用磁场辅助的运输轨道，港口吊机一次便能提起数吨货物。运河上出现被称为行龙船的新型运输舰，它们并不完全依靠风，船腹内部装有复杂机械系统，利用蒸汽与磁力混合推进，速度远超传统船只。从长安到波斯只需要12天，而在真实历史里，这可能需要数月。世界开始缩小，帝国疆域却不断扩大，欧洲此刻逐渐边缘化，因为他们根本跟不上。当西方还停留在宗教争斗与封建时代时，东方已经进入工程文明，甚至连战争方式也开始改变。公元920年，高加索战役，一支3万人的秦军仅用7日攻破联军防线。他们携带一种被称为震雷车的武器，并不是火炮，而是利用压缩蒸汽与火药冲击产生巨大动能。重型钢矛能瞬间击穿城墙，敌军第一次产生一种错觉，他们面对的不是军队，而是一群来自未来的人。而真正让世界恐惧的是天空。公元1040年，秦帝国的观星官发现高空风向存在稳定规律，他们开始尝试大型飞行装置，不是飞机，而是巨型浮空舰，利用热气与特殊轻质材料，再结合减重技术，第一代天舟出现。它像一座漂浮在空中的城，长达100米，下方悬挂货舱，顶部铺设观测平台。从长安出发，可以俯瞰整片大陆。人类第一次真正征服天空，但最让现代人背后发凉的是，许多东西似乎越来越接近某种现代物理学。因为到了公元1200年，玄机署已经开始出现一种危险猜想：如果重量能够被干涉，那么距离呢？空间会不会也能够被压缩？他们提出一个概念：天地非远，远在其势。意思是距离也许只是某种结构，如果能够改变结构，远近或许只是幻觉。最开始没有人相信，直到一次运输实验出现异常，一支原本需要7日抵达西域的补给车队，仅仅2日便抵达，所有记录都显示正常，但天象记录却出现无法解释的时间偏差。有人认为是人为造假，有人认为只是错觉，但玄机署却秘密记录下一句话：空间或许可折，
而真正可怕的是，这一切还只是开始，因为此时的人类还没有意识到，他们真正触碰到的也许根本不是能源，而是宇宙规则本身。公元1274年之后，历史开始进入一个连现代物理学家都难以解释的阶段，因为秦文明的技术路线已经与真实世界彻底分叉。如果说现实世界的人类选择了燃烧、煤炭、石油、内燃机与爆炸式工业，那么这个平行时空中的东方文明选择的是调和，他们不追求更大的燃料，而是试图理解自然本身的秩序。某种程度上，这甚至更接近现代物理学对于宇宙底层规则的探索。玄机属被正式升级，新的名字出现，天律院。所有关于重力、磁场、地脉与空间实验全部归入最高机密，整个机构被建在骊山地下。是的，正是那座在真实历史中埋葬秦始皇的地方。但在这条时间线上，那里从来不是陵墓，而是一座持续运作了1000多年的研究中心。进入骊山的人会先穿过数十里地下甬道，铜制轨道在火光中延伸，墙面镶嵌着黑色矿石，脚下偶尔传来低沉嗡鸣，像是某种巨大机械正在地底深处缓慢呼吸。没人知道最深处到底有什么，即便是最高等级官员也只能进入外围区域，因为那里储存着帝国最大的秘密，关于世界如何运行。公元1312年，一场实验彻底改变了文明方向，地点在骊山地下第7层，一座直径超过100米的巨大圆形实验场被建成，数千块天然磁石按照特定角度排列，中央放置着由铜、水银与未知矿石构成的环状装置，顶部则是一组能够转动的巨型新轨仪。实验目标很简单，验证空间是否能够被缩短。听起来不可思议，但他们的逻辑却异常严谨。因为如果重量可以变化，那么距离会不会也是一种能够被干涉的属性？换句话说，路程之所以远，只是因为空间保持原状。但如果空间本身被扭曲呢？现代人看到这里，也许会立刻想到一个概念：时空曲率。但在那个年代，他们称之为天地势。实验开始那天，所有记录者后来都留下类似描述：空气突然变得异常沉重，铜环高速旋转，水银在轨道中发出诡异低鸣，磁石开始震动，原本平静的地面出现极其细微的波纹，就像热浪扭曲空气一样。接着实验失败了，至少表面如此，因为中央区域什么也没发生，没有爆炸，没有异象，没有所谓的空间门。然而3天后，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。一支负责运送矿石的队伍在距离实验场200里外的山区被发现，问题在于他们根本不可能在那里。按照正常速度，他们至少还需要4天路程。更诡异的是，队伍成员都坚称自己只走了不到半日，没有人感觉异常，粮食消耗正常，马匹状态正常，甚至连日照记录都没有问题。唯一出问题的是距离。天律院第一次写下那个后来震惊整个世界的理论：远近或为错觉。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，因为一旦人类发现距离可以被缩短，整个文明都会被改写。公元1380年，帝国启动天下铜轨计划，这不是铁路，而是一种更诡异的运输网络。巨大的铜轨贯穿欧亚大陆，地下磁场阵列不断延伸，每隔100里设置市门站，运输舱在轨道中高速滑行。某些区域时间感开始出现异常，有人感觉只过了几个时辰，外界却已经过去数日。有人感觉自己做了很长的梦，醒来却发现刚离开出发点不久。帝国从未公开解释，只说这是一种新的交通方式。而在真实世界，人类直到工业革命后才发明铁路，但在这里，欧亚大陆已经提前数百年完成超高速交通整合，世界第一次真正成为一个整体，语言统一，贸易统一，货币统一，甚至时间也开始统一。人类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改造地球。但就在文明抵达巅峰时，一个问题开始浮现。他们发现所有空间实验都出现一个无法解释的现象，某些实验区域会出现短暂影像，非常模糊，像水中的倒影，有时是一片陌生城市，有时是一支穿着奇怪衣服的人群，有时甚至能看见钢铁建筑、发光道路与飞行机械。最开始所有人以为只是幻觉，直到公元1630年，骊山实验场中出现了一段被完整记录下来的对话。一名年轻研究员突然对着空气说：“你是谁？”而下一秒，一个陌生声音回答了：“
那声音使用一种奇怪语言，经过数年破解，他们惊恐地发现，那竟然也是秦语，只是发音方式极其古怪，就像经历了另一种演化。而真正让所有人毛骨悚然的是，对方说了一句话：你们不该存在。那一天，整个天律院封锁，所有记录列为绝密，因为他们第一次意识到，也许空间真正被折叠之后，连接的并不是远方，而是另一个世界，又或者是另一个时间线。而真正的高潮发生在公元1974年，天律院宣布一个计划：登月，是的，月球。现实世界依靠火箭爆炸推进，巨量燃料，极高成本，而秦文明选择另一条路。他们利用高空减载技术，将巨型天舟送入近地轨道，再通过空间市场推动。听起来很科幻，但某种程度上却又带着一点真实逻辑。因为现代科学也承认，如果能够改变局部引力，人类航天方式将被彻底改写。公元1989年，第一座月面观测站建成，没有插旗，没有国旗竞争，因为他们认为天外之地不属于一人。月球背面开始出现矿物开采，氦三被发现，一种可能改变能源结构的物质。而就在探索月球时，他们发现一件诡异事情，某些区域出现了异常波动，像是空间被某种力量轻微扭曲，数据与历山实验场极其相似。换句话说，月球上也存在类似空间异常。而真正可怕的是，他们终于再次看到那个世界，那个秦始皇已经死去的世界，那个爆发2次世界大战，出现资本竞争与核威慑的世界。他们看到人类登月，看到卫星，看到互联网，看到智能手机，看到一个技术飞快却始终处于焦虑与分裂中的文明。他们甚至看到一个叫2026年的时间节点，能源危机、人工智能、地缘冲突、社会撕裂，所有问题越来越严重。天律院第一次陷入沉默，因为他们突然意识到，两个文明像2棵完全不同的树，一棵长得极快却不断自我冲撞，一棵缓慢稳定却已经触碰宇宙规律。到底谁更先进？没人知道。公元2021年，骊山地下最高级实验重新开启。一名年轻研究员忽然问出一个问题：如果2个世界终将接触，我们会不会毁掉彼此？没有人回答，因为他们知道，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战争，而是认知崩塌。就在实验即将结束时，屏幕中另一个世界突然传来一段信号，画面极其模糊，像是某种纪录片。标题隐约能够辨认：如果秦始皇没有死，今天的世界会怎样？整个实验室沉默了，因为他们终于意识到，也许对面的世界也正在想象他们。而最诡异的是，如果你今天去看秦始皇陵的卫星地图，会发现一个至今没有答案的问题：为什么那里某些区域的地下结构始终无法被完整探测？又或者，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秦始皇有没有死，而是我们为什么走上了另一条路。好了，故事宇哥就讲完了，别忘了订阅关注我的账号，看更多精彩内容，并被催眠。